22. Zilab 是一艘大型远航邮轮上的一名船员。2021年9月某日深夜，当这艘邮轮途经索马里海域时，他们疑似遭到了海盗的追击。由于事发突然，为保证旅客和船员们的安全，船长下令所有旅客马上返回自己的房间内，不允许任何人滞留在甲板上。这艘船舶准备全速驶离这里。10几分钟过后，旅客跟船员全部躲进了船舱内，同时这艘邮轮也发出了求救信号。幸运的是，30分钟过后，在他们附近一艘印度军舰收到了他们的求助讯息，并马上赶了过来。随后，这艘邮轮在他们的帮助下驶离了这里。但就在船长查看刚刚事发时，这艘邮轮外部监控器拍摄的录像，并准备记录下所发生的这一切时，他发现了船头甲板上的一处监控器似乎拍摄到了这样一段诡异的画面。好像有人缓慢地出现在了甲板的这处位置，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10几秒后，这个家伙突然消失，而就在监控器拍摄到这段画面时，这艘船正在全速摆脱在后方追赶他的海盗。所有的船员跟乘客都躲在船舱里，前甲板上不可能有任何人，而且监视器拍摄的位置刚好在船首。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的话，他们从驾驶室就能看到。最奇怪的是，在船身这样晃动之下，这个人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当晚，船长跟几名船员看过这段影片后，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他们不知道这里的监视器到底拍摄到了什么。21. 下面这段影片来自 Pasillo Infinito 的频道，影片显示的是一处库房内部的画面。当时这里正有2名工人在忙碌的工作着，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这件可怕的事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位工人正从库房的门口位置向里面走来。就在这时，一张巨大的圆形木板向他砸了过去。这块木板就像是酒店用的那种桌子的台面那样，看起来非常的笨重。他将这名毫无准备的工人砸倒在地。据影片的分享者讲述，幸好这名工人当时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只是在倒地时臂膀跟腿部出现了些轻微的擦伤。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一定被吓坏了。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木板被倾斜着依靠在墙边，而且它倾斜的角度还非常的大。就算是因为角度问题导致它摆放不稳的，那也应该是顺着墙壁的方向滑向地面，而绝不会砸向工人这边。也有观众认为可能是一阵风将它吹倒的，但似乎这间库房内其他的物品并没有出现移动的情况。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块木板就像是从监控器方向开始翻转，然后砸向了这名工人，并不是从门口位置向前翻转的，所以这基本上就能排除是被风吹倒的这一说法。那么这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此你认为呢？在影片下方留下你的想法。20. TikTok 用户 Ashley 经常会发布一些他与自己的孩子互动的影片，有时候他也会在这里晒一下自己心爱的猫咪。看起来 Ashley 是一位非常喜欢将欢乐分享给别人的人，但接下来的这段影片却与 Ashley 之前发布的任何影片都完全不同。据 Ashley 讲述，一天深夜，他们家里的安防系统给 Ashley 的手机发去了这样一条短讯，提示在他的家中侦测到了异常的运动讯息，安防系统已经触发了监控器，并拍摄到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一只猫咪似乎注意到了这个东西，它歪着头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它，而这个家伙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双手抓着门框向外看去那样。随后，这个苍白的人影缓慢地消失在了门的上方。看到这段影片后 ，Ashley 为了避免受到这个不速之客的侵害，他们决定搬离这里。也有观众猜测，这可能是一只白色的猫咪爬上了门框，再加上监控器夜间拍摄本来就不是很清晰，所以才导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还安慰 Ashley 让她不必担心，但熟悉 Ashley 的一些观众都知道，她家中的3只猫咪却没有一只是全白色的。19. 这段奇怪的报道来自东森新闻频道。2018年8月3日，西班牙的某地质科考小组在大加那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地区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当这名男子站在峡谷上方，将一个空的易开罐扔向悬崖之下时，他居然自己飞了回来。这段影片一经公布，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是出现了某种反重力现象那样。影片中的男子经过几次实验后，都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甚至有一次，这名男子捡起一开罐，用力地将它扔向峡谷下方，但它还是会旋转着自己飞回来。很多观众观察之后，认为这可能是气流顺着峡谷的悬崖岩壁向上，产生了一定的上升气流所引起的这种现象。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名男子身上的衣服跟他旁边的野草都没有出现被风吹动的迹象。而且最奇怪的是，将它丢出后，它飞回来的地方都是在这名男子附近。有人认为自然风是无法保证它恒定的气流速度的，也就是说，风速应该是忽大忽小这样才对。所以，这个一开罐落地的位置也不应该只会落在这名男子的附近。我们从这篇报道中找到了影片的分享者的推特。但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另外2段记录到该地区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的影片。这是他们用钻机提取地下土层的样本时拍摄的一段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股清澈的地下水从这个钻洞内流出，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异常。这名男子当时还喝了一口从钻洞内涌出的地下水。紧接着，另一名男子用火点燃了从这里流出的地下水，看起来他们似乎是钻到了可燃气体。而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更为奇怪，当他们来到了一处废墟时，这名男子将一块石头扔到了水里。片刻之后，被男子扔进水里的石头居然漂浮在了水面上，而且还同样接连几次都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此，一些观众有趣的留言说道：“这是上帝在恶整那些乱扔垃圾的人。”而在这篇报道结束时，他们也未对该地区发生的这一系列奇怪的事件给出合理的解释。18. En el norte de Bogotá se registra un extraño fenómeno. Los habitantes de un edificio compartieron... 2013年5月，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这样一篇报道，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地区的一处居民区内发生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一位身穿奇怪服装的女子突然消失在了这处居民区的步道上。你可能以为这也许是监控器出现的故障，但她却被这处居民小区的3台监控器以不同的角度同时拍到她消失时的画面。这篇报道一经公布，便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不少人纷纷猜测。但最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这一身装扮，一些观众评论道，她看起来就像是穿着一身民国时期女生的服装那样，蓝上衣、黑色长裙。这本应是属于民国时期的服饰，但它却出现在了2013年的哥伦比亚，看起来的确让人感到诡异。当然，仅从监控器拍摄到的这些模糊的画面中，我们很难确定他当时就是穿着这样一身衣服。而在监控器拍到他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低着头行走在这里的步道上。这几台监控器都没有拍摄到这个人物的面部，他看起来就像是被头发遮盖住了那样。在这篇报道结尾时，记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这使得一些观众猜测这里的监控器拍摄到了某种灵异现象的发生，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时空穿越者。
17.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名叫蒲仲的地方，这是由当地一所驾校内的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从这段影片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夜一对年轻的夫妻来到了这里，两人似乎因为某些事情还发生了一些争执。在影片开始时，可以看到这名男子用力地推了一下这个女孩，然后他们进入了这所学校的办公区域。接下来就是这两人在这里的各个房间外徘徊，他们似乎是在寻找这里的工作人员。从监控器显示的时间来看，当时已经是夜里12点左右了。当这名男子发现办公区的大门紧闭后，这两人又来到了这所学校的教学区。紧接着，这名男子进入了一间没有锁门的课室内，而这个女孩继续站在门口处。这时，这名男子将她拽了进去。在两人进入这间课室后没多久，他们似乎又开始了争吵。这名男子很快便离开了这里，他进入了另一间没有上锁的房间内。当这名男子进入这间房间后，这个女孩还是放心不下的出来看了一眼，似乎是看到他并没有离开这间驾校后，才又放心的回到了座位上。而这名男子进入这间房间后，给他的朋友打起了电话，他边打电话边在这里闲逛。这时，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先是这名男子身后的门突然间动了起来，这名男子转身看去，但他似乎没有发现异常。片刻之后，他继续在他的背包里翻找着什么。此时，监控器的画面被切换到了走廊位置，他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处房间外并没有人。紧接着是办公桌上的这几台显示器也亮了。感到异常的这名男子慢慢地走了过去。就在他蹲下来想找到这几台电脑自己打开的原因时，显示器突然被关闭，紧接着又再次亮起。此时感到害怕的这名男子仓皇地逃离了这里。但奇怪的是，外面的监控器并没有拍摄到他离开这里时的画面。当监控画面再次转到这个房间时，这里的一个沙发自己移动了起来。这时门被关闭，紧接着是房间内的灯光熄灭，然后是这几台显示器。当监控画面被再次转到这个女孩所在的房间时，她正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机。她对这名男子房间内所发生的这一切还全然不知。就在这时，她身后的一把椅子突然动了起来。女孩转身查看，但她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此时感到害怕的这名女孩拿起手机给那名消失了的男子打电话，但在经过几次尝试后，她并没有联系到这名男子。就在这时，她身边的这把椅子突然朝她转了过去。女孩为了躲避，惊慌地摔倒在地上，然后她立即起身，倒退到了墙角。当她想跑到门口打开门离开这里时，监控器的画面出现了类似干扰一样的波动，然后附近的这些桌椅就像是被人扔到了门边那样。这名女孩也被桌子撞倒在地，在她站起来没多久后便晕倒在了这里。随后便是一把椅子被从画面的左侧扔到了对面的墙边。到此影片结束。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对这段影片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但很可能它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件。虽然我们也不确定这段影片是否是当时监控器拍摄到的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的确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件离奇的事件。那个女孩因为受到了惊吓，至今还住在一家名为 Hospital Bahasa 的医院里，而那名男子从此之后便失去了踪影。在此之前，这两人才刚订婚不久。这起灵异事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是东南亚不少国家都曾出现过由这件离奇事件改编的故事。也有观众怀疑它是一部电影的宣传片。的确，这个故事曾被改编成电影，但遗憾的是，这部名为 Bapunan 的电影未能通过马来西亚的审核，所以它并没有上映。但也不能排除有人得到了这部电影的部分内容，来冒充当时的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16. 洞穴探险又称探洞，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野外探险活动。大多数这类的岩洞内都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甚至你还需要应对复杂的地形跟生活在这里的某些生物，所以你必须非常的小心。这段影片来自 Brandon Gross 的频道，这是2008年他在意大利西里尼湾某处地下岩洞内探险时拍摄到的一段影片。
当他在环顾四周时，相机似乎从另一条洞穴内拍摄到了突然出现在那里的某种奇怪的东西，而这家伙的颜色几乎跟周围的环境相同，让我们很难分辨。它看起来就像是灰色透明状的人形物体，从岩壁的一侧出现，然后又缓慢地消失在了那里。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认为这可能是尘埃造成的幻象，但布兰登当时却并没有走进这条洞穴内。也有观众认为这是一个被困在这里的探险者的灵魂，由于他无法找到出口，所以才会一直徘徊在这里。这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那么，你认为这段影片中拍摄到了什么15. 谷歌地图上的 Patron 目击事件。2019年时，一张这样的相片曾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起初很多人都认为这肯定是一张伪造的相片，但恰恰相反，它来自谷歌地图，而且是用360相机拍摄的。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网友在无意中通过地图查看自己的村庄时发现的。他当时立即用手机将这一发现拍摄了下来，并保存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这次的事件立即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因为来自谷歌地图的这张相片很可能拍摄到了印度尼西亚传说中的一种名叫 Patron 的可怕生物。Patron 也被称为裹尸不轨，马来西亚称它为 Hantu Bangkas。它的传说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带流传。据说它在深夜经常会穿梭在这一带的丛林中，又或是偏僻人烟稀少的地区。至今为止，仍有不少人声称曾目击到它的出现，甚至在当地的一些电视媒体也曾拍摄到类似的东西。但在此事件之后，很多家媒体便来到了位于印尼的 Dhaka Kali Banner 进行调查。可是，在当地村民听到该地区发现 Pokon 后时，他们却并不感到惊讶。60多岁的当地村民 Jono 称，他的传说在这里已经流传了很久了。在 Jono 很小的时候，就曾听他的祖母跟父亲讲述过关于他的故事。Jono 说，红眼 Patron 经常会出现在当地的丛林和农田交接的这一带。而另一位当地村民乔诺讲述，他在这里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工作。他有时深夜从这里驾驶摩托车经过时，还能听到他的哭声。那个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凄惨可怕，但他对这里的村民似乎并没有恶意。这些年来，在当地也没有传出红眼 Patron 伤人的事件，因此这里的村民也会在特定的节日来到这一带祭拜他。14. 2022年3月4日，科学时报发布了这样一篇报道。泰国的 Sakha-Nakhon 省的一位明教徒的当地民众，在自己家附近的一条小水渠内发现了这样一种神秘的生物。这个小家伙的体长大约有2英尺左右，全身长满了绿色的毛发，但它看起来却非常像是一条蛇。于是，图将它带回了自己的家中，放在了一个陶制的水缸里，并用一些小鱼来喂它。图的这一发现引起了周围邻居们的好奇，但他们却不知道这到底是何种生物。甚至是一直生活在当地的一些老者都未曾见过这种东西。于是，图的侄女找到了清迈大学寻求帮助。可是，在他们看过这些相片跟影片后，却推断这个家伙身上的这些绿色毛发可能并不是皮毛，而很可能是一条鳞片上长满水藻的蛇类。至于这个小家伙身上的这些绿色的水藻，专家猜测，这可能是他经常习惯于待在沼泽又或是浅水里的石缝中太久所引起的。此外，清迈大学同意尽快派出人员来到图的家中，再做进一步研究。13. 亚马逊丛林美丽的原始风光和这里特有的动植物，经常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此观光。2011年，2名英国游客慕名来到了巴西的马拉尼翁地区游玩时，却拍摄到了这样一段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影片。当时，他们来到了一个距离丛林很近的村庄休息时，随手拍摄下了一段当地的一些孩子们正在玩耍的影片。在查看影片时，他们注意到丛林中似乎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光点。但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个光点，注意看这棵树木旁边站着的这个奇怪的人物。当放大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身高也不过只有3、4岁孩童那样。
这不就是科幻片中经常出现的外星人吗？也许看到这里，有些观众就已经认为这肯定又是一段伪造的影片，但在我们发现这段影片时，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们看到了这篇来自《每日邮报》的报道后，发现它很可能还隐藏着另一个秘密，几乎是跟这几名英国人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当地一所警局接到了一起报警称，在这里的一处公园内，有人发现了一个类似外星人的生物，而且建议警察赶快赶往这里。当警察来到这里时，发现了躲藏在公园长椅后面的这个奇怪的生物，但就在警察准备靠近这个生物时，他们却突然失去了意识，昏倒在地。当他们醒来时，这个奇怪的家伙已经不见了，而他们看到的那个生物就跟这段影片中拍摄到的这个外星生物一模一样。于是这件事情很快便传开了，甚至引起了巴西政府的注意。他们展开了一项秘密调查行动，试图搞清楚该地区发生的这一系列奇怪的目击事件。虽然多年来巴西政府一直否认他们在秘密调查这次的外星人事件，但最终他们还是承认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公布了一些调查细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搜索巴西亚马逊外星人这几个关键字，查看有关此事件的报道。12. 2006年5月，墨西哥电视台报道了发生在新莱昂州蒙特雷镇的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有目击者在一处名为 Cerro de la Silla 山的附近拍摄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物体。当它飞行在天空中时，它的颜色是黑色的，但在它缓慢地移动到山的附近时，它的颜色又变成了白色。据目击者讲述，它看起来就是一个以蹲伏的姿势漂浮在空中的人形物体那般。随后，它便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这段影片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只泄了气的气球缓慢地从空中飘落下来，也有人猜测这里是幽浮目击事件频发的地区，也许这次他们真的拍摄到了它的出现。但就他们还未搞清这段影片到底拍摄到了什么时，另一起奇怪的事件又出现在了这里。几乎是同一时间，当地的2名警员驾车在这里的一条名叫阿罗马街道巡逻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物体从空中缓缓地落下，它并没有落在地面上，而是悬浮着停留在那里，看起来似乎它还在左右晃动。于是萨马涅戈警官从车内拿起手电筒照向这个家伙，当手电筒的灯光照在他的身上时，他们看到一个身穿黑袍、弯着腰悬在半空中的奇怪人物正背对着他们。片刻之后，他缓缓地转头看向2人。据这2名警员描述，这个家伙头上像是戴着一顶深色的宽檐帽，而他的脸上并没有眼睛，只有2处黑色深陷的眼窝。就在这时，他突然撞向他们驾驶的警车，疯狂地用双手敲打着警车的前挡风玻璃。萨马涅戈警官试图用无线电联系警局，但就在这时，另一名警员却在仓皇之中将车倒在了路边的围栏上。巨大的撞击导致2人陷入了昏迷。在另一组巡警找到他们时，发现他们已经躺在车里，失去了知觉，而他们驾驶的这台警车上满是凹痕跟抓挠留下的痕迹，部分车漆在重击之下都已出现了脱落的情况。当他们回到警局讲述当晚他们的遭遇时，大多数人都对他们遭遇的这一切感到怀疑。于是萨马涅戈跟另一名警员接受了测谎实验跟药物测试，但结果却是他们并没有撒谎，也没有滥用药物的迹象。而当晚袭击他们的跟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家伙极为相似，所以这也使得很多人相信这2名警员当晚应该是遭遇到了传说中女巫的袭击。11. 这段着实令人不安的，甚至还有些让人感到恐慌的影片拍摄自1994年，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直到近日它才被流传出来。在这段影片开始时，拍摄者站在这条船的船尾进行拍摄，此时画面中出现了许多红色的亮光，它们距离拍摄者的这条船忽远忽近，就像是正在追赶这几条渔船那样。紧接着，拍摄者说道，他看到了13盏这样的灯光漂浮在这里水面的上方。他还补充道，在当天早些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一带出现了一些异常，有时这里的天空中能看到一些奇异的光点，大约有6、7种颜色来回变化，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害怕。
于是这几条渔船正在全速驶离这里。他们不确定正在追赶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但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家伙绝对不是海岸警卫队，因为他们并没有在无线电上面接到过任何警示。但最奇怪的是，就连这几艘渔船上的雷达都没有显示他们的后方有任何船只，这让他们惊恐不安。此外，这些灯光清晰地漂浮在海面上，但是他们的下方却看不到任何船只的影子。也有一种猜测认为，或许这是某种飞机在追赶他们，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现在肯定已经追上这几条船了，而且我们似乎听不到飞机发动机发出的巨大响声。那么他们会是某种我们未知的飞行器吗？但为什么他们对这几条渔船如此感兴趣？10. 2022年2月22日，《纽约邮报》公布了这样一篇报道：33岁的英国商人 Arslan Warwick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上空拍摄到了一个奇怪的三角形不明飞行物。据拍摄者讲述，它起初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黑色的石头那样。当时他感到非常的奇怪，天空中怎么会有块石头悬浮在这里呢？于是他就用手机将这奇怪的一幕拍摄了下来。当他试图将画面放大，好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时，他发现这个家伙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三角形那样，但是它没有明显的尖角，在它的顶部还有一个像是半圆形的凸起，而这个物体上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闪烁的灯光。最终因为天色逐渐变暗，它也渐渐的消失在了这里。据拍摄者讲述，为了能清楚的拍摄，他更换了好多次拍摄地点。这次的目击事件，拍摄者整整观察了它2个小时之久，而它大部分时间就只是高高的悬浮在空中，似乎没有移动过。甚至有一次，拍摄者在驾车更换拍摄地点时，还看到了一架客机从它的下方飞过。在这篇报道中，基本排除了它是空拍机又或是气球等这些物体。据推算，它的高度大约在10000至15000英尺左右，所以这几乎是气球跟无人机无法做到的。而且普通的无人机也不可能有这样长的续航时间。但如果它是飞机的话，似乎这样的外形我们也从未见到过，而且从它的机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它闪烁的星标灯。Number 9. 相信很多观众对这段影片都不陌生，它甚至一度成为了 UFO 爱好者们用来证明地外文明真实存在的证据。这段影片最早出现在2008年一家名为 NTV 的土耳其电视台。影片是由一位名叫 Yeltsin Yilman 的男士提供的。Yeltsin 是伊斯坦布尔郊区一处度假村的夜间安保人员。这处度假村位于一个名叫 Kambagas 的海滨小镇，所以这给了拍摄者一个绝佳的观察位置。据拍摄者讲述，他是一位业余的天文爱好者，他的这一爱好也成为他在夜间工作时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由于这些影片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导致土耳其官方不得不将他的拍摄设备跟这段影片送到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和 TUG 国家天文台进行专业的分析，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影片伪造的证据。实际上，对这段影片提出质疑的并不只有土耳其官方，日本、智利、巴西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团体也都曾研究过这卷影片。没错，当时他使用的这台佳能 GL1 是一台磁带摄像机，这台设备可以拍摄200倍光学特写镜头。在各个国家的技术人员通过大量的分析比对后发现，这些影片竟然都是真实拍摄的，而并非捏造。甚至美国、日本这些知名的特效制作公司也都曾对这段影片进行检查，试图找出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但他们最终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对这些影片的质疑并没有结束，有些人认为影片虽然是真实的，但有没有可能他拍摄的物体根本就不是幽浮，而是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经常从此路过的这些邮轮。有人将相片跟邮轮的顶部进行了重合，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相似。那么所谓的幽浮会不会就是邮轮的顶部窗户位置呢？而外星人则是这艘船内的工作人员，又或是游客。但这一猜测
很快便被推翻了。影片中是以月亮作为参照物，那么如果它是邮轮的话，怎么会出现在夜空中的？还有就是为何只有邮轮的顶部灯光是亮起的，而船身其他位置，甚至是船舶的闪烁的识别灯光都是熄灭的？当时也有观众质疑这段影片的拍摄时间，他们观察到在当时的这档电视栏目中播放的画面上的时间，一会显示的是凌晨2点左右，一会又变成了晚上9点左右。这其实还要从整个事件说起。当时电视台播放的片段是从2007年至2008年之间 Yeltsin Yelman 拍摄到的所有影片中的剪辑，而土耳其国内外的媒体很多都是引用了 NTV 电视台里的这段影片。其实在这期间 Yeltsin 拍摄到了10几段这样的影片，而这些影片都被很好的保存在了一个名叫 Turkey UFO Incident 的 YouTube 频道，供优浮爱好者研究使用。我们也可以在 Blogger 上找到2007年至2009年关于土耳其的 Kamburgaz 海湾目击的完整案件介绍和背景概述。Number 8. 接下来的这篇报道来自塞尔维亚一家名为 Alo 的新闻网站。这篇报道讲述了发生在2018年10月10日晚上9点，在特尔斯泰尼克地区当地警局的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一名惊慌失措的女士跑进警局，声称她被一个类似鬼魂一样的物体追赶。这听起来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她。接待她的那几名警官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名女士接着对几名警官讲述，那个家伙从集市一直跟着她来到了这里。在途中，他甚至看到这个鬼影从道路旁的一根路灯边跳到了另一根路灯的附近。就在这名妇女跟着几名警官讲述刚刚她的遭遇时，坐在监控器前的一名警察告诉他们，这里的囚室似乎出现了异常情况。他们的监控器拍摄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影从一间囚室走了出来，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内，然后再从这里继续向走廊深处的一间房间走去。这一情况让当时正在值班的这几名警察感到了困惑，因为这里的囚室根本就没有拘押任何犯人，甚至是那名专门负责看管囚室的警察早就锁好了外边的大门，而他当时就坐在值班室内。于是他们立即赶到囚室查看，但不出所料的是，那里并没有任何人。这时，这几名值班的警察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奇怪的事情，他们只能用多次回放这段影片来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由于他们自己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团，只能等到第二天其他的同事上班时再向他们寻求帮助。于是这件诡异的事情便在当地传开了。很多人认为鬼魂是跟着那名来报警的女士来到了这里，也有人说这或许是监控器出现的故障。虽然这篇报道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经过我们的搜索，在当地其他一些媒体网站也看到了许多同样对此事件的报道。Number 7. 接下来这段奇怪的影片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局的官方 Facebook。我们很少在这些官方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这类的影片，但似乎这次他们也遇到了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事情。从这段影片的描述中，我们大概能了解到，这是一段2018年4月13日5点37分时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它发生在警局停车场内。当时，这间很久都未被使用的车库门被自动地打开了，一把扫帚突然从车库内移动到了门口位置，就仿佛是被人拿出来的一样。但当我们将画面放大时，你会发现并没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当这把扫帚被移动到门边不久后，便倒在了地上。如果你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它似乎是还移动了一下，就像是有人经过这里时不小心碰到它了那样。
当时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发现车库门被打开后，他们立即检查了监控录像，但这段影片的内容却让这些警察们感到了不寒而栗。于是他们请来了技术人员，试图搞清楚车库门自动打开的原因。最后他们在影片的描述里还玩笑地称，这不应该是捉鬼敢死队做的工作吗？但至今似乎他们也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因。由于这段影片是由警局的监控器拍摄到的，所以使得很多人相信这是某种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案例。那么这真的是幽灵的杰作吗？又或许你对该事件还有其他的解释。 Number 6. 近日，我们在一家名为《每日镜报》的新闻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一对来自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的夫妇家中的监控设备拍摄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记者从监控厂家核实过这段影片的真实性后，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监控器拍摄到了什么。 Recording. No. Cal, did you send Go what you ahead. sent? It's going. There it is. It's on the screen. Do you see it standing there? Yeah.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的走廊尽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那里刚好是乔伊的书房位置。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穿着长袍睡衣的老妇人那样，在她出现了几秒钟过后，便消失在了这里。乔伊跟艾米拉·德克是2年前搬到这里来的，当时他的房东就告诉乔伊跟他的妻子，之前就曾有租客声称在这里发生过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而且以前居住在这里的租客经常会被噩梦惊醒，有时当他们刚睡着时，隐约能感觉到有人似乎在看着他们。直到有一次半夜去洗手间的租客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站在窗边的人影，当他打开灯时，瞬间这个人影便不见了，这把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这名租客吓坏了。于是他们很快便搬离了这里。当记者试图联系到这名租客接受他们的采访时，却被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另外，乔伊还从他的房东那里了解到，这所房子是他的房东从一名过世了的老妇人那里购买的。因为这位老妇人的儿女都在德克萨斯州生活，所以就只有他自己居住在这里。当他去世几天以后，才被邻居发现，在医护人员将他从这里抬走时，当时他的身上就穿着这样一件白色的宽松睡衣。当记者询问乔伊他们在这里居住的2年多时间有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乔伊说道，其实他们也没有明显感觉出什么。那位老妇人去世的房间被乔伊改成了书房，有时候他在这里时会突然感觉到很冷，偶尔在这间房屋里他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因为乔伊跟他的妻子还饲养了2只小猫，所以他们一直以为是宠物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直到他们检查监控器录像时才发现了这段奇怪的影片。最后在这篇报道结束时，每日镜报的调查记者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 Number 5.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来自 Igor Sarapianov 的频道。在这段影片开始后不久，一名男子拿着电话从这道门里缓慢地走了出来。几秒钟后，另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也出现在了这里，他的手里还端着一个杯子。影片到这里时，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像是在凌晨还在这里工作的2人正要离开这栋建筑，出门透透气那样。但就在这时，可怕的事情却发生了。这名正在打电话的男子就像是被突然涌来的潮水推倒了那样。这时，另一人立即上前，试图将这名男子拉起来，但无论这名男子怎样努力，他都无法从这里摆脱，就像是水中出现的某种未知的力量将这名男子死死地拽住，使得他无法移动。就在这时，这名戴帽子的男子爬了起来，冲进了这所建筑物内，他像是去找人帮忙那样。而这名还在水中挣扎的男子，当他快要爬起来时，却被再次拽倒。这次他被拖出了监控器的拍摄范围之外。几秒钟后，戴帽子的这名男子从这所建筑物内走了出来，看起来他像是正在打电话求救。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外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名被拖走的男子突然从监控器的画面外被水冲进了这扇打开的门里。也有观众形容他就像是被人举起扔了出去那样。片刻之后，随着监控器画面里一道波纹的出现，一个奇怪的人物从这所建筑物内走了出来，看起来他还穿着一件类似雨衣一样的大斗篷。到这里，影片结束。
看过这段影片的许多观众认为，这段影片有很明显的制作痕迹。虽然它拍摄得非常完美，让我们无法找出破绽，但我们通过邮件的方式联系影片的分享者后得知，这其实是一个名为 Sapashny 兄弟制作的一部影片。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影片，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在现实的生活中体验到这种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神秘事件。而他们的拍摄器材也是取自例如监控器的摄像头，又或是手机之类，既简单又非常普遍的这类拍摄设备。就像是一位观众所讲的那样，这个业余的团队利用并不专业的设备，却拍摄出了一部专业团队的作品。Number 4. 近日，我们从美国广播电台的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位于美国密西根州法明顿山的奥克伍德公墓内发生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一位名叫 Laurie Armstrong 的当地居民在途经这里的一处路段时，明明是在下坡路段，但如果将汽车的档位放在空档上，汽车则会在无动力的情况下倒着爬上这个斜坡。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违反物理定律。于是我们通过搜索找到了 Laurie Armstrong 当时拍摄到的这段影片。And as you can see down this little road, we're going to be heading down a hill. Just a very short, or a very small hill, rather. And just to demonstrate what's going to happen here, I'm first going to put my car in neutral. It is in neutral. I'm going to take my foot off the pedals. There's some bird poop on my window. Enjoy that. And now, as you can see, with my foot off the pedal and the car in neutral, we're rolling downhill. That is what you would expect. Nothing unusual about that. That's just good physics, right? Well, if you're going to do this little test yourself, you'll notice that over here there's a tree with a big knot hole. You'll want to pull your vehicle right up toward it and put your car in neutral and watch what happens. We're rolling backwards up the hill. My feet are off the pedal. Car is still in neutral. It's the weirdest darn thing. And I don't know how or why it does it, but it does it consistently every time. I'm gonna drive back down here. We'll go right by the knothole to show you. Some more scudge on my window. Okay, right next to it. Car back in neutral. And rolling backwards up the hill. I have no idea. I don't really want to know how it works. I just know that it does. And it's the weirdest thing. Yeah, my feet are off the pedals. All right, so looks like by this tree, we stop and we start going forward again.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这段影片的分享者将汽车的档位放在空档上时，这辆汽车开始缓慢地滑下这个陡坡。在车辆靠近这棵树木的位置时，汽车则会从这里倒着向上行驶。这看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看过这段影片的许多观众纷纷议论，有人提出这可能与这座古老的墓园有一定的关系，也有观众称这可能与此地的地磁强度有关。在 Laurie Williams 将详细的地址公布出来后，引起了众多好奇的民众驾车到此体验。在这篇报道的结束时，前往此处的记者并没有给出此次调查的结果，只是回复他们已经跟当地的地质部门取得了联系，并尽快进行实地勘查，相信结果很快便会公布于众。Number 3.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来自 Nothing Inside 的频道。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一段老人院内的监控器拍摄到的画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拍摄到了什么。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一团类似烟雾状的东西从椅子上升起，然后消失在了监控器的画面中。几秒钟后，它又再次出现，并慢慢地消散在了这里。
由于某些原因，分享者就这段影片并没有给出过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到这是他工作的地方监视器拍摄到的一段录影，所以这也使得一些观众相信这团白色的烟雾应该是上一个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一位老人，也许这个房间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的终点站。Number 2. 近日，我们在墨西哥一家知名的电视频道 Super Channel 12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讲述了发生在2016年在墨西哥城的一起诡异的事件。当时，这里一处名为改革大道的路口，几台监控器同时拍摄到了一个透明般的人物出现在了这里的十字街头，而这篇报道却毫不避讳地使用了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拍摄到了 La Llorona 这样一段标题。可见此次事件的诡异程度，让当时的记者都无法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设法从这篇报道中找到了当时监控器拍摄到的这段影片。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2019年9月3日，英国的《每日新报》播出了这样一篇报道：位于荷兰南部城市斯赫弗宁恩的一家精神病医院监控室内的警报突然响起。当时担任夜间值班工作的工作人员立即查看了监控器的画面，但他们却没发现任何异常。直到他们挨个回放这些监控器拍到的影片时，他们在一间空无一人的重症病房内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影，而且它看起来就像是从这里的墙壁位置直接穿墙而过那样，非常的诡异。所以他们猜测，可能是这个奇怪的黑影触发了走廊外的警报系统。Oh, maar shit. Stil. Nou, hij moet uit. Ik wil blij dat jullie het ook zien. Ja, echt hè. Ik kan mezelf twijfelen. Het is gigantisch. Nou, nu gebeurt er. Oh, ik moet serieus zo in beeld. Oh ja, net als in die films. Ja. Ja, zie. Oh. Loopt hij weer. Oeh, hij ging er echt naar binnen. Hij kwam er ja. 当这个家伙出现时，这里的灯光似乎开始了闪烁，紧接着一个黑影就像是从这处房间内凭空出现的那样，片刻之后，他便消失在了监控器的下方，然后走廊外的警报系统开始响起。据这篇报道的记者了解到，这间医院的前身是当地的一家警局，这里的重症病患的病房最早也是这家警局拘押犯人使用的囚室，而这又是灵异现象经常目击到的一些场所。所以使得一些观众相信，这也许是另一起被监控器捕捉到的灵异事件。